索尼 ZV 这条产品线虽然有在用，可是我一直没有出过内容。它的定位是帮用户拍 vlog 记录生活，卖的也很好。但之前机型在我看来，即便有一些可取之处，它更多像是一个专业机型的改款，而不是一个新的东西。vlog 拍摄的5大痛点：防抖、对焦、画质、收音以及易用，还是没能够被全部解决。那我就在想啊，也许过几年索尼再优化一下机挤牙膏会好一点。然后我就看到了这玩意啊，这么抽象的吗？索尼居然会出这么一台用着 A7S3、FX3、FX6 全画幅传感器的 ZV-E1， 让你来拍 vlog， 这有点离谱，对吧？而且你仔细想，这是目前你能够买到这块传感器最为便宜的机型。那我本来想，那怎么着索尼也应该阉割一点的嘛，这不然不是它的风格。但是用完之后，我发现它在画质上几乎是没有任何妥协的，4K 120帧、10比特422、双原生 ISO， 专业机型有的参数它也都有。我还特地看了一下西边有没有太阳升起来，但是确实，这就是索尼的旗舰 vlog 机型。那问题来了，它是不是又是一个专业相机的换壳版本？那这次说实话，我觉得还真不是。能够明显感觉到索尼在 ZV-E1 上面在尽可能借这块强大的传感器还有处理器来降低用户的使用门槛，什么光圈、快门、ISO 都不用管，不用像老法师那样报参数了，甚至连构图依靠硬件堆料，它也能帮你解决。就看得出来，除了画质，在这台相机上，索尼还有另外的一个重点，也是他们接下来的发展方向 ：AI。I'd take the long way home if it meant I'd go walking by your door. Together we could see where the road will lead to the unknown. There is no end if you believe. Just take my hand and come with me.The sun coming up, you make my world come alive. 在外观方面，相较于 A7S3、ZV-E1 有着更轻的重量、更小的体积、翻转屏等等，这些更适合 vlog 创作的设计。延续之前 ZV 系列家族的一贯语言，这次索尼也推出了黑白2个颜色。那你更喜欢白色还是黑色？我个人更喜欢白色一点。但是现在的白色 ZV-E1 有点尴尬，它不像 ZV-E 镜头和机身一体全是白色，或者 ZV-E10那样有一些银色的镜头可以去和它搭配。索尼的全画幅镜头大部分还是这样的黑漆漆的一坨，安装到白色的机身上，真的还是挺割裂、挺丑的。我是希望像这种新出的2070轻型镜头能有一个特殊的颜色去配这个机身，但是目前你想要好看的话，基本上只有第三方的镜头。那在 ZV-E1 机身顶部，除了快门键、录制键等常规的按键之外，面积最大的就是这个 ZV 系列标志性的巨大麦克风。那索尼一直在努力让用户减少外接麦克风的场景，所以这次机内麦克风又有了一些提升，支持了3种收音模式：前方、后方以及全指向，基本上拍 vlog 是够用的。那开启自动收音模式之后，现在 ZV-E1 甚至还会通过 AI 来判断画面里面是不是有人物主体在镜头前面，没有人就自动变成全像，有人就变成指向，来去掉周围的噪音。那我用了以后发现真的还挺不错的，切换的也非常自然，可以听一下它的音质。Hello， 大家好，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索尼 ZV-E1 的麦克风。Hello， 大家好，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索尼 FX3 的麦克风。你觉得这个声音怎么样呢？理论上，对于大多数用户，现在不装麦克风基本上也够用。那你就要记得装上这个防风毛衣，去掉风噪，那就 OK 了。那当然，这个热靴还有金属触点，你仍然可以用索尼自家的麦克风不接线来进一步扩展提升音质。那续航方面 ，ZV-E1 采用的 FZ100 电池能够支持你录制95分钟，那一天拍摄2到3块也足够使用。接口方面还算齐全，有着支持 PD 快充的 Type-C 耳机、麦克风以及一个有一点难受的 Micro HDMI 接口。但是要说这台机身我最大的抱怨，那还是在卡槽方面。ZV-E1 虽然有着这么好传感器、这么优秀的东西，但是只有一个单卡槽，并且只支持 SD 卡，索尼并没有给你留他们那个 CF Express Type A 卡的位置，所以无论是速度还是价格 ，SD 卡在今天都优势不在。就有点遗憾，但是对于我们产品组来说吧，这个其实是一个好事。虽然我会吐槽这一点，因为我们和 PGY Tech 联名的读卡器卡盒总算推出了，又可以存卡又可以读卡，首一个型号就是 SD 和 TF 卡槽的版本。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加一下预售，会便宜一些，还是挺有意思的。非常感谢。
那现在我们来说说它的画质。ZV-E1 所搭载的1210万倍照式传感器，在索尼专业机型里面其实很常见。那这也是当今民用市场上最强的传感器之一。那这带来的结果就是 ZV-E1 它虽说是一台 Vlog 机，但是有着像电影机一样的动态范围。这真不是夸张，你可以看一下我朋友知名广告导演傅博老师的对比，居然和阿莱的上一代产品是差不多的，动态范围上挺离谱的。所以如果你会调色的话 ，ZV-E1 能够提供的调整空间是相当之大的。毕竟10比特422、S-Log3、S-Cinetone 这些东西它都有，而且它甚至支持你导入 LUT 来进行监看。那这个功能在 A7S3 上面都没有，但是索尼在这台上面就是给了你。也正是因为这块传感器的性能 ，ZV-E1 也有着非常优秀的果冻控制，基本上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夜景拍摄800和12800的双原生 ISO 替你兜着，对于 Vlog 来说就我会有一种杀鸡用牛刀的感觉，但是你确实能用它拍到非常非常干净的夜景。拍摄格式上 XAVC-HS、XAVC-S、XAVC-I， 基本上 A7S3 和 FX3 有的画质格式它都有， 4K 50帧、4K 60帧它也都有，而且没有裁切。要知道现在能够录制 4K 60帧全像素采样带传感器防抖无裁切的全画幅相机真的没有几台，这个定语很长，但是这是真的。那你要说 4K 120帧有没有？索尼也给你了， ZV-E 也有，但是需要一个密钥去解锁它，这一点上稍微有点奇怪。那索尼其实也非常清楚，这些专业功能都非常好，懂行的人都知道。但是买这台相机的人应该有很多是不会用的，所以这次他们推出了一个电影模式。我一开始也很好奇这是什么玩意，然后开了以后我发现这就是传说中的这个电影感不够，黑框来凑，真的就是这样。16比9的画面裁成2.35比1的比例，然后帧率变成24帧锁死，然后你就可以录制了。同时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拍摄风格、拍摄氛围，反正就是机内调色就能有很多的组合。这是我们试出来的几种，你可以看看你最喜欢哪一个。这个我觉得对于一部分的人还是有些作用，至少帧率不会乱跑，就固定的这个模式之下。而美颜直播推流的功能，索尼这次也保留了下来，并且直播的最高规格总算提到了 4K 30帧，你装一个插件在电脑上，然后连到电脑就可以开始直播，这还是挺方便的。那 OK， 夸了这么久，功能这么多，性能这么强，价格还比 A7S3 便宜，那问题来了，它总得有个缺点嘛，它过热嘛。答案就是中规中矩，它说不上好，但是它能用，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测试过程中 4K 50帧它能持续录制 ，ZV-E 能够坚持30分钟左右，然后就会过热，然后再次开机以后呢，它还能坚持1到2分钟，不会让你在过热关机以后立马就不能使用，然后冷却几分钟以后呢，它又能雄起拍摄10几分钟，然后又过热，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表现。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那我自己拍摄 Vlog 很少有持续录制超过30分钟的情况，但是应该有一些博主是会介意的。那拍摄 4K 25帧对他们来说应该能坚持的久很多。所以 ZV-E 在 Vlog 市场上综合性能那就是强，这没啥说的。唯一会尬住的地方就是过热，这就看你能不能够接受这个散热表现。所以 ZV-E 不好意思，我实在忍不住，我能不能花半分钟先来吐槽一下索尼这个命名，到底是哪个大聪明负责这个名字的？这个叫做 ZV-E-F， 这个叫做 ZV-E， 这个叫做 ZV-E10， 这个叫做 ZV-E1， 这个叫做 ECM-BEM， 这个叫做 ECM-B10， 这个叫做 ECM-G1， 咱能取个不烫嘴的名字吗？真的，求你了。AI 对手机摄影的重要性是在不断提升的，毕竟在影响画质。而对于相机厂商，他们的 AI 方向还是挺不一样的。相比直接提升画质，它更多的把 AI 放在了易用性的改进之上。比如说对焦，这次除了新增了鸟类、汽车、火车、飞机以及昆虫的对焦模式，在人物对焦上，现在 AI 算法会识别人物的姿态来进行对焦。那在我们测试中，无论是人脸被遮挡，或者是有物体在前面遮挡一下 ，ZV-E 都能牢牢锁在人脸上，不会拉扯，这个真的非常的强。而 ZV 系列一脉相承的产品对焦展示模式，在 ZV-E 上面也是有的。开启之后，你把手里的物品放在镜头前面，它都能快速合焦，不会有任何犹豫，所以用来带货或者展示，这都很方便，这我很喜欢。那虽然全画幅本身的优点就是景深浅、虚化多，但是很多用户不一定能够理解光圈和虚化的关系，很多时候会问为什么我这个东西拍了一半清楚一半模糊。所以 ZV 系列大多都有这么一个快捷按钮，你只要按一下，相机自动帮你调节光圈，来改变主体背后的景深的虚化程度。那比较有意思的是，索尼这次做了一个多人检测功能，相当于开启这个自动模式以后，如果你背后还有一个人，你的朋友，那 ZV-E 也能够识别，自动缩小光圈，增加 ISO， 保证曝光不变的情况下，减少虚化，让所有人都能被看清楚。那这个功能呢，我们测下来真的还挺好的，也挺灵的。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你背后有凑热闹的大爷，我建议还是把这个功能给关了，不然就会变成这样。
这些 AI 功能其实单一一个给我都会觉得没有什么作用，我至少自己不会去用它。但是当这些 AI 对焦、虚化、录音、自动曝光同时都开始起作用以后，我觉得真的还挺好用的。哪怕是我自己都开始慢慢用这些自动的功能，不需要考虑参数去影响拍摄，只需要专注在内容上也就可以了。所以真的还挺好的，我慢慢被 AI 给说服了。防抖也是过去索尼相机的一大痛点，这次 ZV-E 新增了一档动态增强模式，那裁切的部分真的还是挺多的，你看一下会裁这么多，但是效果还是相当明显的。那除了防抖之外，索尼似乎对裁切也非常上瘾，毕竟传感器强嘛，它就为所欲为。它又增加了一个基于 AI 构图的稳定功能，能够识别主体在取景范围内的位置，时刻让主体处在画面中央，不至于跑偏。那其实有一点像 AE 里面的追踪稳定功能，只不过它是相机机内来完成的。但是画质是会有个肉眼可见的损失的，基本上16毫米的镜头会被硬生生裁到30毫米左右，这是你需要注意的。但是对于很多日常的拍摄还是有些帮助。那除了这种动态跟随，这次索尼在裁切上面更进一步，它把前段时间推出的 AI 摄像头功能给下放了。那简单来说，就是 ZV-E1，它现在会自己帮你构图拉近，就是我教你做事，在开启之后触摸选中主体，屏幕上面就会出现一个取景框，然后它会自动帮你慢慢的框选主体，来帮你裁切、构图、拉近这个摇近什么都可以。那录制的内容也就是这个选框的范围之内。我一开始也奇怪这个功能谁要啊，后面发现好像对于一些单兵作战学习和美食的博主是有些作用的，相当于有个摄像师在帮你自动切视角，只不过画质会损失不少。那而且索尼甚至还给了你这样一个选择，就是如果你想要录制框选画面的同时也要一个完整的画面，那你可以外接一个录机来录那个完整的画面，这就挺适合采访或者一些表演，毕竟就有了2个机位，虽然是假的，但是你要在后期获得这样的稳定缩放还有裁切画面，还是要花些时间去做关键帧的。在前期能够解决后期的事情其实挺好的。那确实 AI 前几年我觉得是被说是人工智障，我也同意，但是这2年真的挺厉害的，哪怕在相机上现在也能被你感知到。总的来说 ZV-E1 我真受不了了，我要夸它我都夸不出来。ZV-E1 对得起它 Vlog 旗舰的名字，除了它自身这个名字对不起它这个名字，它本身的功能以及易用性我觉得已经非常优秀了，菜单也被重新设计，相比过去索尼菜单要改善了很多，虽然还是有些繁琐，还有些提升空间。那 AI 也在极大的简化繁琐度，能让用户更专注在叙述本身，这都是好事。你用它干一些小的商业活行不行？我会说也行，但它的整体材质、卡槽、按键还是朝着一个个人的创作去定位的，我就愿意称它为一台 FX3 的新手终极青春版，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对于 ZV-E 你会怎么看？你会买吗？我应该会买2台放在公司里面做 Vlog， 做我们的日常账号，应该是可以的，对吧？这是后话。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也请务必给我们点赞、投币、3连转发，给我们一个大大的关注，这会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们下次再见。